大卫是一个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，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，也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已经很不错了。每一个周末，他都会去学校附近的超市买东西。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，大卫的心情特别好。他打算去超市买一些水果、牛奶和速冻饺子。他一边走路，一边哼着刚学会的中文流行歌曲。到了幸福超市门口，人非常多。大卫推着一辆红色的购物车，自信地走了进去。他心想，今天我要用中文和售货员聊天，练习我的口语。超市里的东西琳琅满目，大卫先去了水果区。他看到了红红的苹果和黄黄的香蕉，由于苹果看起来很新鲜，他挑了5个大苹果放进了购物车里。接着，他来到了冷冻食品区，他最喜欢吃中国的饺子了，特别是猪肉白菜馅的。他找了好久，终于在冰箱的角落里发现了最后2包饺子。大卫高兴极了，把饺子放进车里。他又拿了1瓶牛奶和1包面包，购物车慢慢地满了。他觉得今天买的东西都很实用，价格也不算太贵。现在，他准备去结账了。收银台前排着长长的队伍，每个人都买了很多东西。大卫耐心地排队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复习着多少钱和微信支付怎么说。等了10分钟，终于轮到大卫了。收银员是一位年轻的阿姨，动作非常快。她拿起大卫的东西，滴滴滴地扫码，速度快得像一阵风。大卫微笑着看着收银员，准备展示他的中文。突然，收银员阿姨头也不抬，嘴里快速地说了一句“要袋子吗”，声音很小，而且带着一点方言口音。大卫愣住了，他没听清楚。在他的耳朵里，那句话听起来像“要带字吗”或者是“要呆子吗”，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收银员见大卫没有反应，又抬起头，稍微大声了一点，不耐烦地问帅哥：“要不要袋子？”这次语速更快了，大卫更加紧张了。大卫看着后面排队的人，大家都在看着他。一位叔叔正在看手表，似乎很着急。大卫的脸开始变红了，手心里也出了很多汗。为了不让大家等待，大卫决定猜一猜。他想，他可能是在问我要不要会员卡，于是大卫自信地摇了摇头，说不要，谢谢。收银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按了一个按钮，屏幕上显示了总价格。大卫松了一口气，拿出手机，准备扫码付款。付完钱后，大卫站在那里等待。他以为收银员会帮他把东西装好，但是收银员已经开始扫描下一位顾客的商品了。桌子上只有大卫买的一堆东西。大卫看着那一堆苹果、饺子、牛奶和面包，突然明白了，刚才那个阿姨问的是 bag 袋子。在中国，很多超市的塑料袋是需要额外花钱买的。可是现在已经结账了，大卫不好意思再麻烦收银员买一个袋子，因为后面的人已经把东西放到了收银台上，正在催促他快点离开。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，
大卫只能用手把所有的东西抱起来，左手拿着牛奶，右手拿着饺子，胳膊下面夹着面包，口袋里塞着苹果。他像一只笨拙的企鹅，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。可是东西太多了，刚走了2步，一个红红的苹果就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咕噜咕噜滚到了地上。苹果滚到了一位老奶奶的脚边，老奶奶弯下腰，捡起苹果，笑着递给大卫。她看着大卫狼狈的样子，和蔼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需要一个袋子啊。”大卫满脸通红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是啊，我忘了买。”他的中文发音很标准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，这显得更加好笑了。老奶奶从自己的布袋里拿出一个备用的塑料袋，递给了大卫：“给你用吧，下次记得听仔细哦，收银员通常都会问的。”大卫感动极了，连忙说：“谢谢您，谢谢您。”他把东西放进袋子里，感觉世界瞬间变得美好起来。他终于不用像杂技演员一样走路了。走出超市，大卫深吸了一口气，刚才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。他拿出手机，在备忘录里写下了3个字：袋子 bag。 他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：要袋子吗？要袋子吗？他发誓，下一次来超市，一定要在收银员开口之前，就大声说出这句话。回到宿舍，大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中国室友李明。李明听完后，哈哈大笑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李明说：“大卫，这很正常，很多外国朋友都遇到过。除了要袋子吗，收银员还可能问你有会员吗，或者扫码还是现金。”大卫听了，感觉头更大了。原来超市里还有这么多暗号，他决定让李明当他的老师，专门教他超市生存汉语。于是，他们在宿舍里开始了一场角色扮演游戏。李明扮演收银员，大卫扮演顾客。李明拿起一本书当商品，滴了一声。帅哥，有会员吗？李明问。大卫反应很快，马上回答：没有。李明点点头，继续问要不要袋子，大的还是小的。大卫想了想，说要一个小的。谢谢。李明竖起了大拇指，太棒了，你的反应很快，下次你可以试试问袋子多少钱一个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卫每天都练习这几句话，不论是在吃饭，还是在洗澡，他都在嘀咕要袋子，要袋子，要大的袋子。第2个周末很快就到了，大卫再次来到了幸福超市，这次他有备而来。他穿着最喜欢的 T 恤，眼神坚定，像一个要去战斗的勇士。他买了1大瓶可乐，2袋薯片和一些蔬菜。他故意买了很多零碎的东西，这样他就必须需要一个袋子了。他走向收银台，巧的是，还是上次那个语速很快的阿姨。大卫深呼吸，调整好心态，心跳稍微有点加速。阿姨开始扫码，滴滴滴，大卫盯着阿姨的嘴，等待那个神圣的时刻。他在心里倒数：3、2、1。果然，阿姨扫完最后一个商品，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：“要袋子吗？”这一次，大卫听得清清楚楚，
每一个字都像音乐一样悦耳。大卫挺起胸膛，大声而清晰地回答：“要一个大的袋子。”谢谢。他的声音充满自信，周围的人都看了他一眼。收银员阿姨抬起头，惊讶地看了看大卫，然后露出了笑容。好的，大袋子3毛钱。她熟练地拿出一个大袋子，帮大卫把东西装进去。大卫扫码付款，提着沉甸甸的袋子，感觉自己像赢得了奥运会金牌一样开心。这不仅仅是一个袋子，这是他汉语学习的巨大进步。走出超市时，大卫甚至想回去再买一次东西，只为了再听一次那句“要袋子吗？”不过，他摸了摸钱包，还是决定算了。在回学校的路上，大卫看到一个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女生，正在一家便利店门口手忙脚乱地抱着很多东西，显然她也没有袋子。那个女生看起来很无助，就像上周的大卫一样。大卫走过去，微笑着问：“你需要帮忙吗？”女生感激地说：“是的。”我完全听不懂店员说什么，结果就变成这样了。大卫把自己的大袋子腾出一点空间，帮他装了一些东西。大卫笑着对他说：“没关系，这是学习的一部分。下次如果听到要袋子嘛，你就点头说要。”女生认真地记住了，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。大卫把自己的超市生存经验传授给了这位新朋友。现在的大卫不仅能听懂要袋子吗，还学会了问多少钱，能不能便宜点，甚至有没有折扣。学习语言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会遇到尴尬的事情，但只要你不怕犯错，就会越来越好。每一次尴尬都是一次进步的机会。如今，大卫已经是超市的常客了。每次去超市，他都会和那位收银员阿姨打招呼，阿姨也会笑着问：“今天也要袋子吗？”大卫总是会大声回答：“当然要。”然后开开心心地带着他的战利品回家。这就是大卫和袋子的有趣故事。